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成人速成班，我是杰森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细节篇。细节，何为细节？可能很多人从刚开始接触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就经常听到别人说这个词，尤其是在一些比赛中，经常会听到解说说这边谁谁的细节比谁谁更好啊，一个弯道就直接超过去了之类的。可能已经听了几百遍，可是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具体的内容是什么，对吧？很多朋友都以为这个细节只是贴边之类的东西，或者就是集中精神，手速快一点什么的。但其实不是啊，也不能说不是吧，因为贴边依靠的是入弯角度，也算是细节的一部分了。但是这些都只是能起到辅助作用的细节，真正的细节可是另有其他的。好吧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那些很有用，但是并没有广为流传，或者说只流传于核心玩家中的那些细节。说起这种细节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快速出弯的刹车键。这个呢，我觉得是最容易被忽视，或者说是最不为人知的细节。同时呢，它也是最容易造成差距的细节。这个呢，就是快速出弯的角度小于一定值的时候，是绝对不能用刹车键的。虽然刹车键是可以帮助加快调整车头的，但是这个刹车是会大幅降低你的提速的。我这边也对比了一下用刹车键的快速出弯和不用刹车键的快速出弯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吧。这样看起来就足够明显了吧？别小看这个细节，这个细节几乎每张地图都可以用到，就像是很多人喜欢的11城，很多人不是跑不进2分，徘徊在2分左右嘛？可以去试一下最后的那个快速出弯，不用刹车，相信我，你绝对会发现新世界的。11城只是举个例子，很多图能这样的地方更多，提升更大，并且不要给我刚什么机器挤不满之类的，记住，哪怕是多卡2次气，都是要比点刹车要快的。要是后面没地方卡气的话，就提前卡气嘛。玩游戏不要那么僵硬，好吧？然后呢，就是惯性出弯。惯性出弯其实就是最初的暴力出弯，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吧，很多人没有分清暴力出弯和入弯，总是以为暴力出弯就是入弯，所以最后这个东西就改名成了惯性出弯。之前其实我很早就有做过关于这个技巧的视频，只是当时刚有这个东西的概念，我自己都不是特别理解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初做的那篇，要是让完全不理解这个东西的人来看，能看懂才是有鬼了。并且这也确实不是一个技巧，而是一个细节操作。因为指法就是普通进阶的指法，一丁点都没有变，变的只是按键的速度，或者说是时机 timing。要理解这个时机，首先要知道漂移，不管什么漂移，包括卡气，都是分为2段的：入弯阶段以及出弯阶段。入弯阶段的时候进行出弯，就一定会脱漂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试一下，在卡气的一瞬间就开氮气会怎么样？当然，这个也是进阶入弯的原理所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加快出弯速度呢，就一定要在第2段，也就是出弯阶段进行出弯，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快的出弯提速。所以呢，怎么让出弯阶段提前，就是惯性出弯的首要目标。想要快速达到出弯阶段，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漂移幅度变小。漂移幅度小了，整段漂移的用时也就少了。所以到达出弯阶段的时间肯定也就更快，这也就是第1步，减少漂移的幅度。然后是第2步，要知道整个出弯阶段，只要是进入了出弯阶段，不管什么时候出弯都是可以的，并且越早出弯，出弯的惯性越大，出弯也就越快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加快整段操作的速度，也就是按下第1段进阶后，立刻进行第2段漂移，然后在松开按键的一瞬间按下氮气进行出弯。并且这样操作还会加快进入出弯阶段的时间，这样做再加上保持漂移幅度尽量的小，就可以做出惯性出弯。当然和惯性出弯有联系的东西还有很多，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不说了。我说的太多，你想的太多，操作的时候反而容易做不出来。不过还要说一点，就是不管外贴内还是内贴内都是可以用的。内贴内的话，只需要出弯后把控好方向键就可以了，并不是说内贴内就没有办法小幅度漂移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说了刹车键，又说了进阶，那我们现在说一个和这2个都有关的东西，叫做小漂双刹。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，就是小漂是可以用刹车键来加快触发双喷的。
操作方式就是按住方向键加漂移键，然后松开漂移键，依然保持按住方向键，然后快速点击2次刹车键，这样双喷就可以提前触发。这个其实就是利用了刹车键加快了漂移速度，提前达到了触发双喷的角度。这个很容易理解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比较好学并且提升比较大的细节也就是这些，还有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，像是什么漂移中刹车键可以当做漂移键使用之类的，都已经广为流传了，我也就不说了。当然还有一些很高端的细节，像是弹射的最佳时机，就是弹射也是可以做出类似于惯性出弯的那种的，但是这种细节性价比太低，收益小，并且操作还难，所以也不说了。细节中最主要的就是这3种，尤其是前2个细节，练好了真的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的。并且之前不是总问我，为什么看我跑，感觉明明没有好好跑，跑得很慢，但是成绩却为什么总比你使劲跑都要快好几秒呢？这就是这些细节所带来的提升呀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请一定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。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